原来是 Madam 的家人出事了，可能是你平时得罪人。你有种的话，你冲着我一个人来，你不要牵涉我的家人。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你答应过我不会再催眠我，你言而无信。生日的承诺那件事是我告诉他的。你干嘛把我们的事告诉他啊？他对你真的是很有诚意的。我是为你好，我不想你一错再错啊，知道吗？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那我怎么会去救家人？慧心已经死了。可是后来妈出了事，我没有办法才会冒充慧心的。我不是要你道歉，最好马上消失，离我们越远越好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论情是否要永远作伴。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。情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任性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任性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你只需要留一点点空间给我，那就够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自从我遇见你之后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。我每次看见你笑的时候，我都会很傻乎乎的，开心的一整天。尤其是看见你很不开心的时候，多么的希望能跟你分担所有的一切，希望自己能用尽所有的办法，牺牲所有，都希望能看到你的笑容。也许我没办法对你做一些很浪漫的事情，可是我很肯定的是，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。请你当我的女朋友，好吗？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。那我也不勉强你啊。不如待会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开车。可是今天晚上你喝了那么多酒，还是让我送你。我叫德胜。妈，文杰，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跟妈妈进来，来呀！你看，你看，衣服啊，一件衣服都没有了，都给慧心带走了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也没有接。他平时不是这样的，怎么会没有交代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文杰，对不起，事情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，真的是非我所愿。一开始，我只是想帮慧心完成她的心愿，才会从美国过来这里，看看你和伯母。后来，我冒充了慧心，在你们身上得到了关心和爱护。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从来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天伦之乐，是你们给了我温暖，让我感受到拥有一个家是多么的幸福。虽然时间很短暂，但我会永远记得这段日子。我真的很快乐，你们要保重，我会一直为你们献上最深的祝福。慧心到底写了些什么？妈，我出去找他。
小心！哦，有烟，有烟！哎，我看。压着，我打电话叫救护车。Madam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幸亏你没事。有没有看到凶手的样子？然后当时那个帽子是戴着的，所以我看不清楚。不过他来势汹汹，他每一刀都好像要置我于死地。会不会装调枪做的？我昨晚跟踪强生到一间酒吧，后来他趁着我没留意的时候从后门溜了，找了整晚都找不到他。当时几点钟啊9点多吧。我被袭击的时候是10点半，时间相当吻合。把他带回去问话吧。Yes, Madam。医生，伤者怎么样啊？伤口很深，幸好没有伤到要害，我已经替他缝针了，待会你就可以进去看他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是在问你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哪里痛啊？还好，只是这里有点疼痛。医生顺便把你的盲肠给割出来了。真的 ？Oh no！ 我很早就想做这个手术了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哦？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那时候，我只想保护你，没想那么多。我是警察，我自己能保护自己。搞不好我身手还比你好呢。对不起，让你错失了一个大展拳脚的好机会。不过说真的，对我来说，你的生命安全比任何东西都来得重要。你的安全也很重要啊！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因为我受伤，我会觉得很内疚的。哎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这么温柔地关心我。早知道这样你会对我这么好，我就让那歹徒多刺我几刀好了。你胡说什么呀？应该是那个盲肠作怪。昨天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，你在哪里？跟谁在一起？做了什么 ？Madam， 你就说暗恋我，也不用整天请我回警察去喝茶吧。喂，别废话，问你什么老实回答。在哪里？做什么？跟谁在一起？我昨晚10点前就回到家，然后一个人在家喝酒看戏。有人证吗？没有哦。喂，我问你，你老实回答我。昨天晚上在停车场是不是你袭击我？喂，你别来！坐下，坐下。我已经给他让我没有工作了，你还想怎样啊？如果你没有做，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？我只是不想被你冤枉啊！到底有没有冤枉你？我们警察会查清楚的。OK？ 妈，你怎么在客厅睡觉？我等你回来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慧心的消息？进去睡吧，别累坏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就想起慧心。你叫我怎么睡得着呢？你老实告诉我，慧心为什么静悄悄离开我们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找到慧心的。真的？你不要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我一定会的。去睡吧。莫西，吴可儿，
知道当妈妈一直来都是我的梦想，就替你感到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一个人来逛街吗？是啊，来看一些宝宝的东西。有没有时间？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茶。好，走。走。请问你们这里有蒲公英咖啡吗？有。那给我来一杯吧，谢谢。好的。等一下，若曦，你怀孕还是不要喝咖啡比较好。我知道，可是蒲公英咖啡呢是没有咖啡因的。是哦。那我要一杯，谢谢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喂，这几年你到底跑去哪里了？我真的很想你啊。我也很想念你啊。高中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到了外地念书，之后就没有再跟大家联络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是我高中毕业之后第一个遇到的高中同学？是哦，那我岂不是应该感到很荣幸？那当然。你还是跟高中一样，爱玩又爱笑。你就变了，以前参加篮球校队的时候，打篮球跟男生一样嘛，没想到现在居然第一个怀孕。是吗？我以前有那么男子气哦。还没说你也真不够朋友，结了婚也不想办法通知一下。其实我们还没有结婚。还没结婚？因为他平时工作都很忙，还没有时间摆喜酒。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正式结婚的，到时候一定请你。你说的哦，一言为定。到时候等你肚子里面的 baby 出世，我一定要做他干妈。没问题。低调打扮的 Gary 被拍到搂着一名长发女郎夜归，两人举止亲密。据知情人士爆料，女郎是最近曝光率很高的嫩模Nikita，两人因拍摄广告认识，之前已经传出。这 Gary 最近绯闻还真多，前几天还跟一个演员莉亚传绯闻，今天就换了另外一个。不过我还是蛮欣赏他的，觉得他非常的有才华，是个非常棒的艺人。洛西，哎，怎么了你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可儿啊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要先回去。不舒服？你哪里不舒服啊？要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？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洛西，等一下，你真的可以吗？我可以，别担心，我们再联络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好的。有没有怎么样？肚子痛。你冷静点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吴克尔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和洛西去喝茶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不舒服，就先离开了。过后他忘了拿手机，我就追出去，结果就看他被打抢。医生，洛西怎么样了？他已经醒过来了。我是警察，现在可以帮他录口供吗？病人刚动完流产手术，需要多休息，你们别打扰他太久。你可以进去。帮他录口供。先生，口供录完了，请看。有什么情况我们再通知你。谢谢。走。我倒杯水给你。先喝点水吧。我的孩子没有了。孩子没了，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。我真的很舍不得我的孩子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你不要这样了，要不要我帮你通知你男朋友？为什么？他是孩子的爸，总该有权利知道吧？
他现在在国外工作，就算通知他，他也赶不回来的。就算他在国外工作，也可以打电话给他。他电话号码几号？我帮你通知他。可你现在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你可以帮我去买一点面包吗？哦，那你先休息。请问Cindy在吗？Cindy在那里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哦，你知道你要喝完，你也要喝啊。喝多点，喝多点。Cindy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有事找你。你们摸完了？你的脸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昨晚自己在浴室里撞到的。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强生？你脸上的伤是不是他打的？不是。哎 ，Madam 问你话，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。Cindy， 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好啦，是强生打的，又怎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强生他知道我在他坐牢的时候有了别的男朋友，所以他很生气，昨晚还拿着刀闯进我男朋友的家，打伤我们2个。他还说，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就会回来要我们的命啊！警官 ，Madam， 我拜托你们啊，你们赶紧把那个王八蛋抓走可以吗？不然他会回来打死我的。你冷静一点。你记不记得昨天晚上他是几点钟闯进你男朋友的家？10点多。你为什么这么确定？因为10点多是播放新闻的时段啊，我在看新闻。Madam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Cindy没有说谎，那袭击我的人不可能是强生。昨晚你被袭击的时候，大概是10点半左右。那强生他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2个地方啊。换句话就是说，袭击你可能另有其人。陈叔啊，8年前有一宗珠宝抢劫案，你回到警局后帮我把档案找出来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慧心，我们失散了这么多年，难得我们再次的相逢又相认，妈真的很开心。可是，你为什么突然间，你到底去了哪里呀？我真的很担心你啊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慧心，慧心。哎，你来了。Hello， 我还是第一次买花送给男人，祝你早日康复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医生说我的伤口复原得很快，再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那就好。这花挺漂亮的。对了，你找到那个袭击你的凶手了没？我们还在调查，之前锁定的几个目标，现在都一一排除了。凶手还没找到，你以后出入要更加小心。我现在没办法时时保护你了。知道了。爸，伯父，我先走了。你不多陪我一会儿？
不了，我有事。那你小心点。明天再来看你。拜拜。拜拜。怎么样？什么通都没了哈？有人来探病，又有花收，开心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不要跟这种女人来往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出事了，她可是个祸水。爸，这都不关安妮的事，你怎么能怪她？你听我的准没错。哎，上次你跟我说你跟她只是个普通朋友，这次你不要告诉我你跟她。是，我喜欢她。你说什么？爸，这是哥的选择啊。我在跟你哥说话，你不要插嘴。可是他跟安妮很登对啊。登对，你懂什么？爸，巨荣说的没错，这是我的选择。我真的很喜欢安妮。黑白两道根本就不能够相容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我懂，可是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。终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对她的印象改观。你再不听我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那，唉，老爸真的是太古板了，都几十岁人了，还在管这种事情。都是我不好，刚才让他这么生气。爸最近身体还好吧？还不是一样，他最近精神越来越差，有时候叫了他几声都没听到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顶撞了他这么多次，他都没事，你才顶撞他一次，他受得了的啊。不过我还真的第一次看你这样顶撞老爸，看来这一次是认真的啊。我也不想这么做的，不过我真的很想跟安妮在一起。那既然做了决定，那就坚持到底。果然有种，给你一个赞。你也不小了，该懂事点。你是洪家唯一的儿子，要好好照顾爸，守住他的事业，知道吗？什么洪家唯一的儿子？你死的啊？我只是养子。喂，又说这一些。从小到大，我已经把你当作是我亲生哥哥看待，你信不信洪根本就没差。反正我觉得爸比较疼你。如果他真的疼我的话，就不会不接受安妮了。说真的，如果爸他反对，那怎么办？还能怎么样？继续坚持下去。哥，说得好，不愧是我哥，挺你。不过我不是八卦，我只是好奇问你，你到底喜欢那个警察什么啊？凶巴巴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那你喜欢花店老板什么？就喜欢他全部咯。反正喜欢一个人都没有理由的嘛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找我出来啊？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喝酒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陪我喝酒就好。哎，你别喝，别喝。怎么了？雪芝不同了。雪芝？慧心是妹妹。雪芝不是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没有慧心，只有雪芝。慧心死了，雪芝走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，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？我舍不得慧心，我舍不得雪芝。你喜欢雪芝了是吗？文姐，文姐，赵安妮啊，文杰心里已经没有你了，他已经爱上别人了。
你到底还在执着什么呀？我舍不得雪芝。你喜欢雪芝了是吗？我到底还在执着什么呀？张安妮啊，你不可以这样死赖着不走的。你这样很令人讨厌，你知道吗？进来坐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还要麻烦你送我回家。都讲究同学了，干嘛还不好意思？来，我自己拿进房间可以了。那你小心点哦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就过了那么多年了。对啊，毕业之后大家出来工作，也很少联络了。不知道阿比跟倩文现在过得怎么样？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日子真的很开心。哇，你看我以前样子真的好好笑，真的很怀念大家在一起的快乐时光。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。最重要的是先调理好自己的身体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来了那么久，都忘了倒水给你。不用啦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可以啦。Uncle。若曦，你出院了？是啊。你有朋友在？哦，对啊，可儿啊，这是我的房东 Jackie。哎，你好。Uncle， 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这个月的房租我可能需要多几天。房租的事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你刚刚出院，要好好调养，待会儿我就买些补品给你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破费。你平时已经很照顾我了，真的不需要了。要的，大家这么熟，刚好有朋友送给我一些土产，你先拿去吃吧。谢谢你，Uncle。若曦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么快，不多坐一会儿？不了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记得啊。要好好休息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慢走。谢谢你啊，若曦啊，你流产那么大件事情，他都不来看你。也许现在在他眼里，我已经不重要了吧？怎么可能有人性那么狠呢？要不要我帮你去？不用了 ，Uncle。如果他想找我的话，自然会打给我的。那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，尽管找我。在8年前的一宗珠宝抢劫案，警方和匪徒发生枪战，当时 Madam 开枪射中了匪徒车子的轮胎，导致车子打滑，撞伤了3名路人。可 Madam 是值得所在，如果不是他开枪阻止了劫匪的话，搞不好会有更多无辜的人受伤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歹徒寻仇的可能，但是伤者那边有没有查到什么？3名伤者当中，有2名是一对夫妻，另外1名是单身男子。单身男子的名字叫做宋伟宏，当时他只是受了轻伤，离开医院过后就到国外去念书。3年前
他成功申请了国外的居留证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回来。我到移民局查过，这个人的身份没有可疑。那对夫妻呢？丈夫的名字叫郭兴，是书店的老板，而妻子的名字叫郑爱玲，是家庭主妇。当时郑爱玲是怀了4个月的身孕，也因为那一次的事故，她受伤流产了。把面罩拆下来。就算是已经来这了。欢迎光临。请问你就是郭兴吗？是啊，你们是？我们是警察。不好意思，有些事情想请教你一下，可以打扰你一会儿吗？可以啊，这边坐。警官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郭先生平时是一个人看店吗？是啊，都是我一个人。那你太太呢？太太没来帮你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那是多久的事情了？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是什么原因离婚呢？那么私人的问题，不是很方便说吧？郭先生，根据我们警方的档案，在8年前的一宗珠宝抢劫案当中，你太太就是其中一名伤者，对不对？对。而且在那次的意外，也导致你太太流产。在那一场意外里，我们失去了孩子。之后我太太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，之后还患上了忧郁症。因为这个问题，我们离婚了。那离婚之后，你们还有没有再联络？没有。她回了台湾的娘家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络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提起这么不愉快的往事，谢谢你的合作。没关系，这是天意，也不能怪任何人。Madam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虽然他刚才没有表现出来，但是我相信他应该还认得我。对于8年前他太太的意外，我感觉他还是耿耿于怀。我也有同感。陈叔，你查一下他太太是不是真的在台湾吗？好的，Madam。Jason。OK， 马上过去。又有命案发生。Madam， 确认死者身份了吗？王若曦，25岁，女性。谁报的警啊？有公众打电话过来，我们的同事发现了尸体。Madam， 我已经检查过尸体了，死者是被利剑刺穿大动脉，流血过多而致死的。找到发射器吗？正在找着。要被利剑贯穿肚子，需要一定的速度。我估计是从一把弓发射的，距离应该不超过20米。赶快把弓找出来。Yes, Madam. Madam. 哎，小姐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我是来找王若曦的，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？Madam， 他说的是王若曦的朋友。若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她的尸体是在森林里面找到的。你是怎么认识若曦的？若曦是我的高中同学。她的人怎么样？若曦的人很好，很少会跟人家吵架。我记得我们刚遇到的时候，她已经怀孕了，可是后来发生了意外，导致孩子也没了。你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其实他们还没有结婚，我也没有见过她的男朋友。不过她好像有提起，她男朋友现在在国外工作。你有没有留意到他最近有什么不寻常？高中毕业后，他就到外地念书。
我们也只是最近才重遇的。我记得他在高中的时候很开朗，只是上一次我们重遇的时候，他好像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。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在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，电视机上播着 Gary 的绯闻消息。低调打扮的 Gary 被拍到搂着一名长发女郎夜归，两人举起怎么了你？爆料，他就突然魂不守舍的。哪个 Gary 啊？就是现在很红的那个明星 Gary。哎，他家里还摆着他很多的封面杂志，就在那边啊。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杂志啊？杂志？没有啊，陈述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查一下 Gary 的来历吧。就是那个最近很红的明星啊。好的，没了。Gary 本名叶于浩，26岁，来自一个单亲的家庭。大学毕业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取得冠军，签了他现在所在的经纪公司。公司的力捧，几年就红了起来，拍过偶像剧、电影，出过唱片，但绯闻比新闻还多。我这里调查到，死者王若曦家境贫穷，在她6岁那一年，父母因为车祸而死亡，从小就由她外婆带大。而她外婆在她中学毕业不久后得了重病，也离开了她。这个女孩聪明伶俐，一直都靠打工还有奖学金，努力的把大学给念完。她毕业的时候还得到优等生这个身份。另外，我们在她被杀现场附近找到这一把被丢弃的弓，上面沾了少量的血迹，经过化验证实是属于王若曦本人的。弓上面为什么会有他自己的血迹？你吃快点吧，吃完后还要上个广播节目，还有2个电视节目，晚上还要跟粉丝见面会的。知道啊。在跟媒体见面之前，最好收起你现在这个表情。演艺圈就是这样的，你觉得讨厌的话可以不要做。好啊，有本事将我冷藏啊！你什么态度啊？我知道你不会的，我可是你的摇钱树。去开门啦！你们找谁呀？你好，我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赵安妮，这位是我的同事。请问叶于浩先生在家吗？有什么事情？你是？我是他的经理人 Chris。我们有一起案件需要叶于浩先生协助我们调查。Gary 现在没空。我们只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，请你合作。进来吧。Gary， 有2位警察找你。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，警官，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吧，我们还要赶着上通告的。请问你认识王若曦吗？王若曦，没印象。最近电视新闻报道那么大，不可能一点都没听到吧？警官，你看到啦，我们当艺人的那么忙，连自己新闻都没时间看，别人新闻哪有时间看啊？你很喜欢射箭吗？那是我念书时期的兴趣，不过当艺人之后呢，都没时间练习。技术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教练说继续练下去，搞不好能成为国家队呢。还好你没有，要不然娱乐圈就少了你这颗闪亮的明星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真的要走了。Gary， 你赶快去换衣服吧。好。你们也知道的，艺人的行程一旦被拖迟，后面的通告也会被打乱的。谢谢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再联络你。你觉得他的人怎么样啊？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很紧张，应该是有事情在隐瞒我。我只是觉得他很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妈，醒醒了吗？妈，医生怎么样了？病人吃不好又睡不好，导致身体太过虚弱昏倒，
只要他好好休养几天，把营养都补回来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建议他留院1晚，再做出进一步的观察。你可以进去看看病人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好点了，找到慧心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瞒着你的。其实最近慧心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，可是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，我担心慧心会被骗，所以就阻止他们在一起。为了这件事，我跟慧心大吵了一架，之后他就离家出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就算是慧心，她交友不慎，你也不应该骂她，应该好好的跟她谈啊。我知道，我会继续找他的。我找到他之后，我答应你，我再也不会跟他吵架。妈，我们的事你不用操心。养儿100岁，常有99救。就算是你们知道7老8十，在妈的心目中呢，你们还是个小孩子。我们见慧心也实在太多了，答应妈，不要再跟他吵了，好吗？一定要把慧心找回来啊！我会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再照顾你了。慧心，慧心，妈，刚才慧心来过啊？没有啊。有啊，我听见她的声音。雪芝，妈还不知道这件事。为了妈，你留下来好吗？我不想再自欺欺人，是我的自私害了大家，我已经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，对不起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你听见吗？我喜欢你。Baby, I've been such a fool. I should have known all that you said was true. I'm sorry I hurt you and made you cry, and I'm still in love with you. Please give us one more try. I just can't let all of my dreams pass by. Forgive me, 'cause I need you by my
side.